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用中种法来和大家分享一款超级松软拉丝的葡萄干吐司面包。经过中种面团的长时间发酵，让这款面包保湿性特别的强，口感松软，组织非常的拉丝，第二天吃还是十分的柔软。先来制作中种面团，今天用的是 70% 中种法，就是先取出 70% 的面粉进行预先发酵，碗里加入高筋面粉、干酵母、蜂蜜和鸡蛋液，一边倒入牛奶，一边搅匀，直到见不到一点干粉。稍微下手揉一下，这个面团比较粘手，所以揉到大致成团就可以盖上保鲜膜进行发酵。现在室温大约22度，在室温下发酵大约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就是这个状态，面团明显变大，内部已经出现比较多的蜂窝组织，放入冰箱里继续冷藏发酵大约15个小时。你也可以不经过室温发酵，直接冷藏发酵18个小时。第二天取出中种面团，体积变得更大了，从底部看蜂窝组织更加的密集，拉开看一下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麦香味。中种法的好处就是可以分阶段的处理面团，不至于上班族通宵等着面团的发酵。制作煮面团之前，葡萄干先用凉水浸泡大约半个小时，沥去水和杂质之后，加入少量的朗姆酒混合，让葡萄干带着一股淡淡的酒香。来制作煮面团，搅拌盆里倒入面粉、奶粉、盐、糖，中种面团剪成小块，方便搅拌。最后倒入牛奶，因为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牌的面粉吸水性都不一样，所以牛奶我留了大约5克没有倒进去。先看一下面粉成团的情况，低速搅拌大约1分钟之后，面粉已经成团。捏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，如果觉得适中，就不用倒入剩下的牛奶。如果觉得偏干，可倒入剩余的牛奶继续搅拌1分钟左右，直到牛奶被面团完全的吸收。一般来说，无论是面团过干还是过湿，都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调整。之后调成中速，由于中种面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面筋，所以大约只揉了5分钟，整个面团就完全不粘底了，而且柔韧性非常的好，拉开的膜已经比较薄，继续拉开就会出现稍带锯齿边缘的破洞，这时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，只有是软化但还是固态的黄油才最容易被面团吸收。继续中速搅拌，黄油和面团在最初搅拌的时候很容易粘在盆壁和底部，所以需要不时的用刮刀刮干净。揉了6分钟左右，面团摸上去的手感已经非常好了。取一小块做手套膜测试，薄薄的手套膜可以看到手指，手指捅破的话，洞的边缘也都是非常的光滑。吐司手套膜做到这个程度是最佳的。倒入浸泡好的葡萄干，低速搅拌2分钟，把面团向底部不断的折叠，让表面揉得十分光滑。碗里喷一点油防粘，盖上保鲜膜，进行第一次的发酵，发到2倍大。发酵好的面团感觉特别的轻盈，倒个个儿看一下里面的蜂窝组织，不需要揉面，分成3等份，每份大约190克。滚圆的时候也不断排气。面团的表面被揉得非常的光滑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取一块面团，光滑面朝下，拍打排气。大家不要小看排气这一步，正确的排气可以让面团里原本形成的面筋网络得到重组，在最后的发酵时，面团就会继续的膨胀。如果不正确的排气，比如用力搓揉，
都会把面筋网络破坏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有些面团第一次发酵好好的，但是第二次发酵就怎么也发不起来的原因。拍打面团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听到气泡破裂的声音。两边向中间对折，用擀面杖擀成宽度和吐司盒差不多的长条。如果还有多余的气泡，记得挤压出来。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这两种吐司盒，一种是质地较厚的传统吐司盒，另一种是黑色的低糖吐司盒，都是制作标准450克吐司。黑色的烤制温度一般比第一种低20度左右，所以烤吐司之前，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用的是哪种吐司盒。从一边卷起，封口朝下，侧面看大约有2圈半的样子。吐司盒喷油防粘，放入面团，3个面团之间留一点空间。烤箱里放入1碗热水，设35度左右，湿度在75%到85%之间。为了让烤箱达到这个湿度，可以喷点水让湿度提高。大约1个小时之后，面团已经发酵到9分满。把烤箱预热到185度，放入烤箱下层，185度烤制30分钟，差不多10分钟左右，表面上色之后盖上锡纸。从烤箱里取出之后，马上脱模放在架子上放凉，以免面包里的热气无法散发变成水汽，影响了面包的口感。表面刷一层融化的黄油，看起来更加油润光泽，更有食欲。来看看这个中种法做出来的吐司组织如何，非常的柔软，怎么揉捏都可以。里面还是一丝丝的。这款吐司特别适合当早餐，放在密封盒里，第2天依然是非常的柔软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